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玩家社群反馈已经出现了，那这一次也是一样，4月跟5月的玩家社群反馈结合在一起做出来。不过我的想法还是一样的，其实这2个月也是有不少的反馈，可是他们只是选择这2个月里面其中10个问题来回答而已。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哪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希望在游戏里面添加一个计算器，可以更方便的去计算自己拥有的资源还有加速。那么其实这个建议呢，我记得好像也是有提过，但是我忘记是国服还是国际服的有讲过这件事情。那么他们的回答其实跟上次是差不多的，就是感谢玩家的反馈，增加了计算器之后可以更方便的玩家去操作自己的账号。他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已经收到这个反馈了之后会考虑到底要不要去实行。那确实蛮多玩家是需要用到这个东西的，尤其是像一些活动啊登峰造极的时候就需要用到了。不过管理系统比较完善的王国一般都会在 DC 里面增加这个功能，就是你只要截图游戏里面的加速或者是资源上传去 DC 之后，它会自动帮你计算你到底有多少的资源加速，就像我这个截图这样。就是说其实现在有更加方便的方法了，但是如果官方可以直接在游戏里面增加这个系统，当然会更方便啦。第二个反馈之前也是有说过的，但是我忘记是国服还是国际服了，就是增加这个标记可以让整个王国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标记是属于国王放的，不是我们那种什么联盟盟主看到的。策划他们也知道增加了王国标记之后可以更加方便的去查看，他们会考虑在将来的游戏中增加王国标记，以增加玩家的协调还有战略性，提升玩家的游戏体验。请继续关注我们下一个更新，也就是说有很大可能之后是真的会出现这个功能了。但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王国标记一般会写什么东西啊因为正常来讲我们用的标记呢都是关于联盟的事情啊，就比方说打仗啊要在哪里建旗帜，这种标记就不太适合给全王国的人都看到了嘛，避免就是有敌人他们会安排一个账号在你的王国里面看到标记。所以我觉得这种王国标记最多应该也是写上什么时候参加埃及啊，或者是需要一些玩家加入联盟之类的，或许要在这些方面上才会有用途。第3个反馈，增加实施等级的工程统帅。那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很早之前，甚至是刚出现远程统帅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讲了，但是官方也只是说再考虑而已。但是今天的回复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因为大多数的玩家呢都是想要不投资金投下去来尝试一下远程统帅到底好不好用，他们也很高兴的去分享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已经在计划当中了，之后会把史诗级的远程统帅加入到游戏里面，但是他们还没有确定时间，所以各位终于可以去尝试一下史诗级的远程统帅了，让更多玩家去接触远程统帅，才会把这个兵种普及开。所以我本人是很期待史诗级的远程统帅的。第4个反馈，让文物结晶更容易获得。老实说，其实官方有增加不少的活动可以获得文物结晶跟展位结晶，除了我们平时看到的礼包之外，像是一些活动啊文明活动其实都可以获得的。所以官方是直接否决了这个玩家的建议，因为现在真的有蛮多获得的管道，他们不打算再推出更多的方法去获得文物或者是展位结晶了。第5个反馈就是之前我去堂堂的直播有观众提到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希望当他们升级兵种的时候不要直接升到 T5， 有可能可以自己调整，要升到 T3、T4 都可以。因为现在我们的升兵种方式呢，不管你是 T1 到 T3 永远都是升到 T5。像这个玩家给出的例子就是他想要从 T2 升到 T4。策划答复，其实他们这个问题有考虑过，但是他们不打算推出这个功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功能呢，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需要用到，他们对于游戏的改进呢，都是根据大多数的玩家需求而去改进的。就比方说这个功能其实真的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需要用到，所以他们就不升级了。但是我想问啊，其实换镜头每一个人都想要换镜头，为什么不让我们从紫色的镜头换成金色呢OK， 我知道了，又是什么平衡性问题吗？是不是啊？我懂了的啦。虽然他们没有打算去更改这个功能，但是他们会把这个建议记录下来，看之后有没有这个必要性，他们才会进行改动。也就等于说，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只是看官方愿不愿意去改动而已。第6个反馈，希望在打野蛮人城寨的时候有1分钟的集结。就类似我们打埃及这样子可以开1分钟的集结。其实这个建议我在之前也是有跟他们讲过，但是他们是否决了。
至于策划的答复，他其实并没有否决，他只是有说到为什么他们会在奥西里斯联赛埃及里面设置1分钟的集结。主要是因为在奥西里斯联赛里面，大家都是已经预先计划好，可能有哪一些玩家要加入谁的集结，反应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但是我们日常打野蛮人城寨的时候，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反应。他们认为说只是限制1分钟的时间呢，有一点太快了。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官方的借口而已。其实讲真的，如果我真的是开集结的话，我的画面上不会只是开一个游戏而已，我会用多个设备开其他的小号。就是说我要在1分钟之内加入集结是肯定没有问题的。他们不让我们1分钟去开集结，我觉得是为了不要让我们去拿到这么多的奖励。因为其实蛮多王国他们都会利用打野蛮人城寨的方式去获得更多的加速还有资源。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啦，官方是不是这样子想的我就不知道啦。第7个反馈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因为像我们这种身为主播呢，一般都会选择在某一些王国开个账号。因为在国际服其实已经开到3000多服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在前面可能1001那边开一个账号的话，我们要一直拉到很下面去。所以这个玩家的建议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写入自己想要建立账号的王国号码，就有点像我们搜索王国的时候就直接写入进去之后就可以在那边建立自己的账号，会比较方便。策划答复他们也理解玩家的心情，因为如果你们要去搜索这个列表确实是会比较耗时间，尤其对于那些特定想要快速加入某一些王国的玩家来说，所以他们将考虑在未来的更新中添加王国号码搜索功能，以简化玩家要建立账号的过程，可以更加快更加方便的操作。虽然这个是有改动啦，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也不太会用到，很少人会重新开账号了。第8个反馈，希望在联盟总动员中可以一次性多选几个任务截取，或者任务刷新的时间能够快一点。因为我理想中的刷新时间呢，可能像我们做驻地任务那样子，按一次就可以马上刷新了，那个刷新速度才会比较快一点的。那官方他们是已经看到了这个建议，他们也会对联盟总动员的一些系统进行更改。目前他们正在计划进行调整，以确保在活动中可以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么这个也不需要说明这么多，只是跟大家通知一声，这个之后他们会改。再来下一个第9个反馈，希望在博物馆要出现新的统帅 buff 的时候有倒数时间，就很像我们每日特惠那样子。因为在过往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出新的统帅，一直在那边无限的等待，然后问客服，客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这个玩家的反馈是希望官方可以增加这个倒数功能，给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策划的反馈，感谢建议，我们理解玩家想要看到下一任博物馆的统帅倒数时间，有帮助他们规划。他们已经把这个反馈增加到他们未来优化的列表中了，期待在未来的更新中可以看到博物馆的统帅倒数时间。那确实这个也是很好的更新啊，之后大家就不需要再猜测到底什么时候会出现了，也可以让玩家提前准备好文物接近跟展位接近。第10个反馈也是我想要问的东西也是我玩到很头痛的东西，希望把点点模式改回到原本的版本，就是你医院要满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通知。在前阵子官方有更改了一些观战模式之后，我们在用点点方式的情况下是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头像，下面那些列表全部都不见掉了，甚至你要看你的医院有没有满，还要特意放大画面再缩小画面。我前阵子打仗就是这样子，非常麻烦，然后医院爆掉都不知道。策划答复他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也知道医院的图标警告在战斗中是很重要的。经过考虑之后，他们决定恢复更改，以确保在点点模式的情况下依然还可以看到图标。那其实除了这个警告之外呢，我还有看到一些玩家说下面那个列表也可以出现的话就会更好，因为有时候他们开了集结还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加入集结，又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联盟已经开了集结。我个人其实也是蛮希望那个操作可以放在我们点点模式下面的界面，会更加方便我们去操作。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严格来讲，这一次的玩家社群反馈他们选择的问题还算是不错的，虽然有几个问题实用性不是很高，又或者是一些旧的问题，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一期的玩家社群反馈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